原本计划好的旅行，突然因为一场暴雨泡汤了。结果呢，你却在家里翻到一本旧书，读完之后感觉整个世界都开阔了。或者在职场上，你被一份看似稳定的工作困住好多年，反而让你找到了真正热爱的事业。甚至有时候你感冒了没吃药，硬扛过去之后，感觉自己的免疫力反而更强了。这些看似矛盾的小插曲，其实藏着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大秘密。生活中的那些波动、意外，甚至是混乱，不一定都是坏事。这正是塔勒布在《反脆弱》这本书里，有些东西越是被冲击，反而越能变得强大。我们不妨从一个最简单的现象说起。风能轻易吹灭一根蜡烛，但对于熊熊燃烧的篝火来说，风却是它的助燃剂，但火势越烧越旺。蜡烛为什么怕风？因为它脆弱，因为它具备一种反脆弱的特质。这个简单的比喻其实可以套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比如，你的肌肉在适度的重量训练后，会变得更加强壮。一座城市如果经历过几次小规模的危机，比如疫情或者一些自然灾害，反而能因此建立起更灵活的应对机制。甚至有些谣言，你越是想去压制它，就像当年那些被列为禁书的作品，越禁反而越畅销。可我们的本能反应呢？父母们拼命给孩子规划一条安稳的人生道路，考公务员进大厂，生怕一点点意外打乱了孩子的计划。公司呢，追求零风险，用一道道繁琐的流程把创新的火花都锁死了，以为能把经济波动彻底消除。结果呢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，那些看起来稳健的不能再稳健的银行一夜之间轰然倒塌，因为我们把稳定和安全这两个词给搞混了，叫做普洛特拉斯提斯之床。就像希腊神话里那个残暴的国王，他把客人搬到自己的床上，要是腿长了就砍掉一截。口们也是这样，总想强行把生活里那些不整齐的地方给熨平了。比如，给着他们成为标准的优秀学生，要求员工必须按计划执行，一点点偏差都不能容忍。甚至对自己的身体也是如此，体温稍微有点波动就紧张，有点疼痛就立刻吃药。但问题是，生命系统从来不是一台机器。你给植物提供恒定的温度和水分，你让员工完全按照脚本工作，那一旦遇到突发状况，他们就手足无措了。经济呢，如果被强行压平了所有的波动，那一旦危机爆发，靠过往往是毁灭性的。如果长期不发生小规模的火灾，枯枝落叶越积越多，最后一场大火就能把一切都烧光。所以我们需要反脆弱的第一个原因就是，你越是想消除波动，系统反而会变得越脆弱。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想想看，我们对教务的态度。从小到大，我们被教育不能犯错，考试错一道题要立刻订正，工作出一点纰漏要马上道歉。可塔勒布却说，错误其实是一种重要的信息，就像小孩子学走路，摔倒是为了学会平衡。创业者经历失败，是为了找到真正的市场需求。但现在呢，公司里一个不大的错误，可能就会让你失去晋升的机会。教育周五比测跑试失利，可能就会让你被贴上咖生的标签。我们把错误看得像洪水猛兽，却忘了正是这些小错误在帮我们避开那些致命的大坑。这也就是第二个原因，拒绝错误，其实是在拒绝我们自己成长的机会。我们总以为预测能帮我们规避风险，经济学家预测 GDP， 股评家预测股市，甚至有人预测下一个风口在哪里。但塔勒布在书里毫不留情地戳破了这个幻觉。真正重要的事件，比如金融危机、技术革命，它们全部都是黑天鹅，是根本无法预测的，但它们却能彻底改变世界。就像2001年，没人能预测到互联网泡沫会破裂，
2020年也没人能预测到疫情对全球的冲击会有多大。如果我们一门心思只盯着预测，反而会忽略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培养我们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。所以，反脆弱并不是让我们变得不怕风险，而是让我们学会如何去利用风险。它不是一种具体的技巧，而是一种看待世界、面对生活的方式。承认不确定性是必然的，接受波动的价值，甚至主动让自己暴露在适度的冲击之中。就像运动员会刻意进行极限训练，让身体适应更高强度的挑战一样。现在我们已经知道，风能熄灭蜡烛，却能让火越烧越旺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藏着反脆弱的核心秘密。但在彻底讲明白反脆弱之前，我们得先区分三个容易混淆的概念：脆弱、强韧和反脆弱。想象一下三个杯子，一个玻璃杯，一个不锈钢杯。这个神奇的杯子呢，如果你把它摔一下，它不仅没碎，反而变得更坚固了。先来看看脆弱的玻璃杯，它最怕波动。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一份看似稳定但很无弹性的工作，一旦行业变动；一个只依赖单一客户的小企业，客户一旦流失，可能就倒闭了。甚至我们的情绪，一点小事就焦虑、失眠，这也是脆弱的表现。再来看强韧的不锈钢杯，它能抵抗波动，可能有点变形，但它不会碎，总能恢复原样。比如一个塑料板凳，你踩上去再摔下来，它可能有点划痕。一个有处事习惯的人，即使短期失业，也不会让他立刻陷入困境。这些都是强韧的表现。最后就是反脆弱的神奇杯子了，它能从波动中受益，这才是塔勒布最想强调的特质。适度的锻炼会让它更强壮，就像谣言越是被压制，弹拨得越广。甚至我们的免疫系统接触少量病菌后，反而会产生抗体。塔勒布用3个神话形象总结了这种区别。脆弱性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，看似稳定，实则随时可能落下，一点波动就致命。强韧性像凤凰浴火重生，但重生后还是原来的样子，没有变得更强。而反脆弱性呢，像九头蛇怪，你砍断它一个头，它会重新长出2个，波动反而让它变得更强大。反脆弱之所以特别，是因为它有一种不对称性，它从波动中获得的好处远远大于可能受到的伤害。举个例子，塞内加，古罗马最富有的哲学家，他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我从未像在贫困时那样富有，这不是矫情，而是他独特的生存智慧。塞内加在财富巅峰时身家堪比国库，但他却始终保持着最坏情况的预案，吃简单的食物，甚至刻意去体验贫困。对他来说，失去财富的损失是有限的，无非是回到简朴的收益却巨大，那意味着自由和安全感。这种损失小、收益大的不对称性，就是反脆弱的典型特征。如果一个人用少量储蓄尝试创业，他损失的最多也就是那点钱，他是有限的。若我成功了，可能改变他的一生，那是无限的收益，即使失败了也能积累经验，这也是一种间接收益，这就是反脆弱。但如果他抵押了房子，借了高利贷去创业，那就不是反脆弱。卡勒布把这种不对称性总结为反脆弱的食物，在随机性、压力和波动面前，有利因素总会超过不利因素。反脆弱听起来太抽象了，我怎么知道身边哪些东西有这种特质呢？其实它无处不在，只是我们常常忽略。比如在健康领域，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从不生病的人，一旦生病往往会非常严重？这是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缺乏小波动的刺激，变得脆弱了。相反，孩子小时候适度接触一些泥土病菌，反而能增强免疫力。
这就是身体的反脆弱性。比如在学习领域，死记硬背课本知识，不如在实践中不断试错学得更扎实。就像学骑自行车，摔几次跤比你看100遍教程都更有效。比如在经济领域，小店比大公司更具反脆弱性。大公司一旦遭遇危机，比如疫情，可能因为固定成本过高而倒闭，但小店可以灵活调整，今天卖奶茶，明天改卖蔬菜，甚至暂时停业，损失也有限。再比如在文化领域，为什么经典作品能流传千年？因为它们不断被解读、被争论，每一次争议都让它们的影响力更强。而那些昙花一现的畅销书，恰恰因为缺乏这种被挑战的波动，很快就被遗忘了。这里要特别澄清一个误区，反脆弱不是让你硬扛伤害，而是让你学会利用伤害。比如一个人天天熬夜酗酒，美其名曰锻炼抗压能力，这不是反脆弱，而是自残，因为这种波动已经超过了临界点，只会带来不可逆的伤害。真正的反脆弱是像健身一样，明天尝试6公斤，循序渐进地接受挑战，让身体在挥霍中变得更强。再比如一个公司天天搞狼性文化，用高压榨干员工精力，这不是反脆弱，就像长期压制的火山，一旦爆发就毁灭一切。真正的反脆弱是给员工试错的空间，允许小失败，但从失败中提炼经验，让组织在迭代中进化。这种在可控范围内接受波动的智慧，就是反脆弱的关键。我们已经明白，反脆弱是生命系统的天然特质。肌肉需要锻炼，思想需要碰撞，组织需要迭代。越现代化的社会，越在刻意消除这些波动。父母为孩子规划好每一步，怕他们走弯路；公司用 KPI 把原固定的轨道上，怕他们不务正业；政府试图用政策熨平经济周期，怕出现波动。这些看似保护的行为，其实正在悄悄地削弱性，就像给植物罩上一个玻璃罩隔绝风雨，看似安全，实则让它失去了抵抗自然的能力。如果说反脆弱是生命的天然本能，肌肉需要冲击才能强壮，思想需要碰撞才能深刻，那么现代社会正在做一件危险的事，它就像给幼苗套上玻璃罩一样，试图消除所有不完美，结果反而让系统失去了抵抗风险的能力。塔勒布把这种行为普洛克拉斯提斯之床，就像那个希腊神话里的暴君，把客人强行绊在他的床上，长了就砍脚，短了就拉长，直到符合他的标准。我们先从教育说起，现代教育体系就像一条生产线，用统一的考试、统一的评价标准，把孩子打造成标准件。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从小被要求跑高分、守规矩的孩子，长大后往往缺乏创造力，因为他们习惯了按标准答案做事，一旦面对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时，就会手足无措。这就是反脆弱被扼杀的第一个信号，只留下被认可的模式。就像农民只播种了一种庄稼，看似高效，一旦遭遇病虫害，就会颗粒无收。职场中也一样，企业只招名校毕业生，排斥那些非标准化的人才，结果团队失去了应对复杂挑战的弹性。再看城市规划，过去的老街区，1楼可能是杂货店，2楼是住户，3楼可能藏着一个手工作坊，混乱中却藏着生机。但现在的新城区，看似整齐，却失去了随机互动的可能。你不会在买菜时偶遇一个创业者，也不会在上班路上突然发现一家能启发你灵感的小店。这种过度规划，本质上是用秩序杀死了意外惊喜，而意外惊喜恰恰是反脆弱的重要来源。现代社会对稳定的痴迷，比我们想象中更危险。政府为了稳增长，企业快倒闭了就补贴，股市下跌了就救市，这看似避免了短期的波动，
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典型案例，银行长期被允许高杠杆放贷，监管部门却视而不见，直到次贷危机爆发，全球经济差点崩盘。塔勒布把这种现象称为压制波动性的后遗症，小的波动被强行消除，最终会以更大的灾难爆发。就像森林管理者为了防火安全，禁止一切小规模火灾，别过枯枝越积越多，一旦着火就是灭顶之灾。夫妻之间为了维持和睦，回避所有的小矛盾，最后一次争吵就可能导致离婚。很多公司追求零失误，用流程把员工的每一步都规定得死死的，请假要找3个领导签字。这种过度控制看似减少了错误，却让员工失去了自主判断的能力。一旦遇到流程之外的突发情况，整个团队就会陷入瘫痪。最隐蔽的扼杀，往往来自那些善意的干预。医生为了快速治愈，给感冒病人开抗生素，却不知道这会削弱免疫系统的反脆弱性。父母为了保护孩子，不让他们爬树、吵架、犯错，结果孩子长大后成了玻璃心，一点挫折就崩溃。管理者为了提高效率，给员工排满日程表，却不知道创造力往往诞生于那些无所事事的间隙。塔勒布在书中举了一个令人痛心的例子，19世纪的医生认为烫血能治病。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就是因为感冒被放掉了5升血，相当于全身血液的1/3，最后去世了。这种治疗比疾病本身更致命，却被当时的医学权威奉为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好，却忘了不干预可能是更明智的选择。现代医疗中这种陷阱依然存在，很多老人明明只是轻微高血压，却被要求终身服药，副作用慢慢侵蚀身体。产妇明明可以自然分娩，被说服进行剖腹产，失去了身体自然恢复的机会。这些干预看似科学，实则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：人体本身就有强大的反脆弱性，过度干预只会削弱它。现代社会还有一个致命的错觉，以为预测能消除不确定性。经济学家预测，股评家预测明天的股市走向，企业预测下一个风口。比如技术革命、金融危机，全都是黑天鹅，根本无法预测。对预测的痴迷会让我们放松警惕。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，科技股会永远涨。2008年金融危机前，评级机构给次贷产品打了最高评级。人们相信预测，就像相信天球不会下雨，结果暴雨来临时连伞都没带。这种预测依赖本质上是放弃了反脆弱的核心能力。就像航海家如果只靠星图而不观察海浪，迟早会触礁。一个人如果只信人生规划而不接受意外，遇到变故就会彻底迷失。现代社会用标准化消除多样性，用稳定执念积累风险，用善意干预削弱系统弹性，用预测幻觉替代应对能力。这些做法正在把我们推向脆弱的深渊。但好在，反脆弱是一种可以后天培养的能力。就像胖子托尼，一个没读过多少书的街头智慧者，却能在金融危机中大赚一笔。就像塞内加在动荡的古罗马，用杠铃策略既守住底线，又抓住机会。他们的共同点是不对抗不确定性，而是利用它。稳定执念和过度干预削弱了我们的反脆弱性。但好在这种能力并非天生，而是可以通过思维训练重新获得。它不教我们对抗不确定性，而是教我们如何与不确定性共舞，建立一种反脆弱的思维方式。这种思维方式的核心是3个重要的转变：从害怕波动到学会利用波动，从追求完美到能够容忍错误，从依赖预测到主动拥抱选择。要建立反脆弱思维。错误是坏事。塔勒布说，错误其实是一种信息反馈，
那些小错误能帮我们避开致命的大坑。康子托尼书中那个套街头智慧赚钱的角色，有时口头禅。真正的智慧是从别人的错误里捡便宜，从自己的错误里长记性。他在金融危机前周空银行，并不是他预测到了危机，而是他看到了那些银行家们从不承认错误，他们用复杂的模型掩盖风险，一旦出错就把责任甩给黑天鹅。托尼的逻辑很简单，拒绝认错的系统迟早会爆出大雷。反观我们自己，是不是总在回避错误？学生怕考试错题丢脸，员工怕项目失败影响晋升，创业者怕试错浪费钱。但真相是，就越容易在大的错误里翻车。就像学骑自行车，摔10次小跤才能学会平衡。如果你怕摔跤永远不练，那就永远也学不会。塞内加的生活方式更有启发，却每天刻意做减法，偶尔饿肚子体验贫困，穿粗布衣服摆脱对物质的依赖，甚至主动去监狱待一天，感受失去自由的滋味。对他来说，这些小小的痛苦是在给生活打疫苗，提前适应波动。真正的危机来临时，他反而能更从容。所以建立反脆弱思维的第一步，是给生活留一点试错的空间，允许自己搞砸一些小事，接受计划之外的意外，比如旅行时迷路却发现美景，甚至主动制造一些小波动，比如换一条上班路线，学一门完全陌生的技能。如果说接受错误是思维转变，那杠铃策略就是具体的落地方法。谈了不说，反脆弱不需要精准平衡，而需要极端分化，一端极度保守，彼端极度冒险，中间什么都不做。比如在财务上，把 90% 的钱存银行，保守端保证基本生活， 10% 的钱投高风险机会冒险端，比如早期创业项目，小众资产。这样一来，哪怕这 10% 的钱亏光了，你还有 90% 的安全垫。但如果这 10% 的钱赚到了，可能改变你的人生。这种损失有限，收益无限的结构正是反脆弱的核心。职业选择上更是如此。不业求稳，比如做教师、医生，保证收入底线；副业求变，比如做自媒体、手工制作。比起在一个岗位上死磕，这种组合既能抵御风险，又能抓住意外机会。就像很多作家白天做一份稳定工作，比如图书馆管理员，晚上写作，既不用担心饿死，又能保持创作的纯粹性，是不做中间派。很多人追求中等风险，比如选一个不好不坏的职业，投一个稳赚不赔的项目。但塔勒布说，中等风险往往是隐藏的高风险。它看似安全，实则让你既失去了保守端的保护，又没抓住冒险端的机会，最终在黑天鹅事件中不堪一击。反脆弱思维的另一核心是可选择性，更重要的是你拥有选择的权利。泰勒斯的故事最经典，这位古希腊哲学家能赚钱，于是他提前租下了所有橄榄压榨机的使用权。当时没有期权的概念，但本质是一样的。泰勒斯怕转租赚得盆满钵满，他的智慧不在于预测到丰收，而在于提前锁定了选择权。不管橄榄收成如何，他都没有损失，最多损失一点租金。生活中可选择性体现在很多细节，保持健康的身体，你就有选择工作或休息的权利；维持几个真心朋友，你就有选择求助对象的权利；保留一笔不着急花的钱，你就有选择拒绝讨厌工作的权利。这些选择权看似无用，却能在风险来临时给你腾挪的空间。可惜的是很多人在主动放弃选择权，为了一份高薪工作牺牲健康，为了合群迎合他人，失去选择做自己的权利；为了稳定留在一个一眼望到头的岗位，失去选择重新开始的权利。
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，看似安全，实则失去了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，是放弃对预测的执念。塔勒布说，我们永远无法预测黑天鹅，但可以做好黑天鹅来临时不被杀死的准备。与其猜测明天股市涨还是跌，不如问自己，如果股市跌 50%， 比如职场，与其纠结哪个行业是风口，不如修炼不管什么行业都用得上的能力。解如健康，与其相信某种食物能长寿，不如保持适度运动，加上饮食多样化的弹性状态。塞内加的斯多葛训练就源于此。每天睡前想一遍最坏的情况，比如失业、生病、失去亲人，然后问自己，这种预设最坏不是悲观，而是为了真遇到时学不慌乱。就像船上的救生艇，平时没用，但风暴来临时能救命。那么反脆弱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呢？接受错误，用杠铃策略分化风险，拥抱可选择性。这些思维方式看似零散，实则背后藏着一套共同的底层逻辑。世界是非线性的，小小的原因可能导致巨大的结果，而巨大的原因也可能只导致微小的结果。就像少量压力能让肌肉更强壮，但过度压力却会让它拉伤。就像一次小危机能让公司更灵活，但一次大危机它能让它直接倒闭。理解这种非线性关系，才能真正掌握反脆弱的本质。反脆弱的思维方式，用杠铃策略分化风险，以及拥抱可选择性。这些看似各自分散的原则，其实都建立在一套共同的底层逻辑之上。这套逻辑，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：非线性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原因和结果不成正比。一个小的冲击可能带来巨大的收益，也可能导致毁灭性的损失。有时候少做一点可能比多做一点更有效，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可能比胡乱作为更明智。理解了非线性，我们就能判透反脆弱的本质。先看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一杯水温度从10度升到20度，你只会觉得它变热了一点，但如果从90度升到100度，水会沸腾，它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。这就是非线性，反脆弱的核心，就藏在这种越过临界点后突然变化的特性里。在健康领域，这种非线性更明显，比如每天走1万步能增强体能，但一旦超过临界点，比如连续跑50公里，就可能拉伤肌肉，甚至休克。这就是为什么塔勒布说，反脆弱需要适度的波动。森林也是如此，每年小规模的火灾烧掉枯枝，能让生态更加健康，但如果压制几十年不发火，一旦爆发就是灭顶之灾。这就是非线性的惩罚。经济系统同样遵循这个逻辑。一家公司如果每年经历几次小危机，比如短期资金紧张、小项目失败，管理层会更警惕。但如果一直顺风顺水，突然遭遇一次大危机，比如核心市场崩溃，这也是为什么一直赚钱的银行可能比偶尔亏损的银行更危险。前者把风险在暗处积累，后者把风险在明处释放。理解非线性，我们就能明白，反脆弱不是越多波动越好。就像给植物浇水，每天浇一点它能活，但一次浇1桶就会把它淹死。关键是找到友善波动的边界。如果用图形来表示非线性，就会出现2种曲线，凸性和凹性。这是塔勒布从数学中借来的概念，却完美解释了反脆弱的底层逻辑。凸性曲线就是收益随着冲击增大而加速增长，损失却很有限。花100元买一份未来以固定价格买股票的权利，如果股票涨了，你能赚无限多；如果股票跌了，最多也就损失那100元。这就是反脆弱的数学表达，损失有限，收益无限。凹形曲线就是随着冲击增大而加速增长，
收益却很有限。比如你借高利贷，如果生意赚钱了，你可能只赚一点；如果赔钱了，利滚让你倾家荡产。这就是脆弱的数学表达，收益有限，损失无限。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做凸性或凹性的选择，比如读书是凸性的，花几小时读一本好书可能获得改变人生的启发，就算没收获也只损失几小时，损失有限。比如沉迷手游是凹星的，短期快感收益有限，长期可能毁掉专注力，浪费时间。比如创业用自己的钱是凸性的，最多赔光储蓄，损失有限，可能财务自由，收益无限。但用借来的钱创业是凹星的，风险被放大，可能负债累累。卡勒布的建议是尽可能多做凸性选择，离开看起来没什么意义的凸性选择，比如读一本无用的书，学一个冷门技能，长期看也可能带来意外惊喜。反脆弱的另一个底层逻辑是否定法，我们不知道什么能让系统变弱，所以消除弱点比追求完美更重要。举个例子，在健康方面，有人说吃素，有人说吃肉，但我们明确知道吸烟、酗酒、熬夜会伤害身体，所以与其纠结每种养生方法最好，不如先戒掉那些明显有害的习惯。这就是否定法的智慧。塔勒布自己的做法是不刻意补营养，但坚决不吃加工食品；不刻意健身，但保持走路、搬重物等自然运动。优秀的管理者很少强行推动创新，而是消除阻碍创新的障碍，比如繁琐的审批。优秀的老师不执着于教给学生什么，而是去掉学生的思维枷锁，比如标准答案的执念。这就像园丁修剪树木，剪掉枯枝，树木自然长得更茂盛，不需要刻意教它怎么长。否定法的核心是复杂系统的反脆弱往往藏在不做什么里。现代社会的问题在于加法做得太多，给孩子报太多补习班，不如让太多流程，不如简化审批；给政策加太多干预，不如放手让市场自我调节。最后一个底层逻辑，时间反脆弱，它不是即时见效的技巧，而是长期复利的智慧。就像酒越陈越香，需要时间才能显现。比如人际关系，一次小摩擦可能让你和朋友吵一架，但吵完后彼此更了解，关系更牢固。这种收益不会立刻显现，需要时间沉淀。再比如学习一项技能，初期的挫败感会让你小放弃，但坚持下来，突然有一天你就能流利对话，这就是时间赋予的反脆弱。相反，脆弱的系统往往短期好看，长期崩溃。比如靠借贷维持的繁荣，短期内 GDP 飙升，但债务越积越多，总有一天会爆发危机。这也是为什么塔勒布说要看一个系统是否反脆弱，别只看它3年的表现。理解了非线性、凸性否定法和时间的力量，我们就能更清晰地践行反脆弱。但这里有个关键问题，反脆弱，比如有人靠做空股市赚钱，这本身没问题，但如果他故意散布谣言打压股市，再比如企业小步试错很健康，但如果试错的成本由消费者承担，比如生产劣质产品是市场反应，就是在滥用反脆弱。反脆弱的核心是从波动中受益，但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门利比线，你不能把自己的收益建立在别人的损失之上，但不能烧别人的房子。波动能让你变强，但不能让别人替你承受代价。塔勒布在书中尖锐地指出，现代社会最大的伦理问题，就是有人在转嫁脆弱性，他们享受波动带来的收益，却把风险转嫁给无辜者。我们先看一个金融界的经典案例。2008年金融危机前，华尔街的银行家们用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做空市场，一旦赌对了就能赚数十亿美金。
可当市场崩盘时，他们却让纳税人来买单，因为政府要用公共资金救市。这些银行家拿着高薪，住着豪宅，失败的风险却由普通人承担，这就是典型的风险转嫁，收益归自己，损失归社会。塔勒布把这种人称为脆弱推手，实则在玩一场正面我赢，反面你输的游戏。比如房地产开发商用银行贷款盖楼，亏了让银行坏账，最后由储户或纳税人承担。某些网红为了流量造谣，谣言的伤害却由被造谣者承受。政客搞形象工程，用财政资金铺摊子，短期政绩归自己，债务留给下一届政府。这些行为的本质都是破坏了反脆弱的对称性。真正的反脆弱应该是风险和收益绑定。你想从波动中赚钱，就得自己承担波动的代价。就像创业者用自己的钱冒险，成功了收益归自己，失败了也只能自认倒霉。这种切身利害才是反脆弱的伦理基础。塔勒布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，看决策者是否利益攸关，也就是说，他的利益是否与决策结果绑定。如果一个人不需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，他就会肆无忌惮地制造风险。历史上最遵守这一原则的是手工业者，比如中世纪的铁匠，打坏了铁器就得自己承担损失，所以会用心打磨每一件产品。而现在的某些企业高管，决策失误导致公司亏损，照样拿高薪走人。这种利益无关状态必然催生不负责任的行为，反过来利益攸关能催生真正的责任。比如医生如果自己也用同款药，开处方时会更谨慎；老师如果自己的孩子也在班上布置作业时，会更考虑学生负担；政客如果家人也得遵守自己制定的政策，比如医保教育政策，塔勒布自己就是这么做的。他在书中写的每一个观点都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做交易时用自己的钱，避免转嫁风险，批评某种政策时，会确保自己也受该政策影响，比如批评高税收，就主动多缴税证明立场。这种言行一致才是反脆弱伦理的底色。最危险的风险转嫁，比如某些慈善项目，用捐赠者的钱搞形象工程，管理者拿高薪，受益人却没得到实际帮助。某些环保组织一边用捐款买私人飞机，这些行为本质上是用道德感掩盖贪婪。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情况，专家用科学的名义转嫁风险，比如某些经济学家鼓吹刺激政策，用印钞推动短期繁荣，却对长期通胀风险避而不谈。某些医生推荐过度治疗，用患者的健康试错却不用承担误诊的后果。他们的话术往往是为了集体利益，实则是让集体为他们的错误买单。辨别这种伪装的关键，还是看谁承担代价。如果一项政策、一个项目，鼓吹者不用承担失败的后果，哪怕说得再动听，也可能是脆弱推手的把戏。那么我们个人如何坚守反脆弱伦理呢？对普通人来说，坚守反脆弱伦理其实很简单，不赚转嫁风险的钱，具体可以从这几点做起。在职场，不为了业绩隐瞒风险，比如销售夸大产品效果，最后让售后背锅；在生活，不麻烦别人为自己的失误兜底，比如借钱不还，让朋友承担损失；在社会，警惕那些躺平式获益，让努力的人错失机会。就像胖子托尼说的，真正的体面是晚上能睡好觉，因为你知道自己没坑过任何人。明确了伦理边界，我们就能更安心地拥抱反脆弱。接下来的问题是，在复杂的现代社会，普通人具体能做些什么？比如，如何在保住工作的同时，如何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，为自己创造可选择性。这些实操层面的答案藏在对生活细节的重新设计里，
合上书页时，你或许会想起那个最初的比喻，风能熄灭蜡烛，却能让火越烧越旺。这其实是在说两种依赖稳定的环境，就像那些追求一眼望到头的人生，考稳定的工作，住不变的房子，看似安全，实则把自己活成了玻璃罩里的植物。一旦风雨来袭，就毫无还手之力。而火不一样，它主动拥抱风，甚至需要风。没有风，火焰会慢慢熄灭；有了风，反而能烧得更旺。这就是反脆弱的终极形态，不是抵抗波动，不是害怕未知，而是在未知中生长。我们这代人其实特别需要这种火的智慧。房价波动，行业洗牌，技术迭代，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。与其焦虑下一个风口在哪里，不如修炼自己无论风口怎么变，都能乘风破浪的能力。保持一份能兜底的稳定收入，就像火的燃料，同时留一只眼睛看向外在的可能性。就像风，允许自己搞砸一些小事；就像火苗偶尔窜动；就像灰烬能让土壤更肥沃。别担心自己不够强大，反脆弱从不要求你成为超人，只需要你别做蜡烛，别为了暂时的安稳剪掉自己应对变化的翅膀。就像那句老话说的，有水不腐，户枢不蠹。流动的水不会发臭，常转动的门轴不会腐烂。转眼一样，在适度的波动里才能保持真正的生命力。最后想对你说，但你可以选择是做那只怕风的蜡烛，还是那团等风的火。愿你我都能成为火，在不确定性的风中越烧越旺。